洗个衣服你都洗不好，你以为你还是许家的千金小姐？女德守则第23条是什么？不分手，妈不还口。雪琪，你该不会以为许家还会接你回去吧？3年了，你醒醒吧！堂堂许家怎么可能会在意你一个冒牌货呢？爹，收拾一下，你的家人来接你了。你个畜生！平时欺辱民族也就罢了，你竟然敢对奶奶下毒手啊！爸，不是，我真的不是，我没有对奶奶，是明珠，是他对的奶奶下毒。我走丢这么多年，现在刚和你们认亲，我真心还来不及呢，我怎么可能伤害奶奶？舒淇，你顶替了明珠18年的身份，现在害奶奶，还想给明珠泼脏水。既然你这么糊涂，就找人好好管管你吧。哥，带他好好去管家管家，瞧他怎么做人！出去后，但凡敢多说一个字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少爷，大小姐出来。少爷，你叫我什么？管教了2年，没学会怎么做人，倒是学会恶心人了是吗2年前是少爷命令我改口的。哥，你搞清楚，明珠才是我妹妹，你现在不过是一个抢了别人身份还恬不知耻的下人。上车，今天晚上是爷爷的70大寿，你不在的话，他老人家肯定会问。大小姐，您这是？刘叔，我和你一起坐前面才合规矩。什么意思啊？存心的是不是？有本事自己走回去。老爷、夫人，大小姐回来了。怎么成了这副模样？是不是有人在学校里欺负你？我打点人收拾许七的事，可不能被他们知道了。妈，你误会了，她可是我们许家的千金，谁敢欺负她呀？小七，你，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妈妈她也是关心你啊。没事没事，小七她不是故意的。妈，我们好心把她接回来团聚，她好像挺大怨气。怨？小七，你是在埋怨爸爸妈妈把你送进管教机构吗？我们也是没办法呀，
你犯了那么大的错，不送你进去吃点苦，就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做错了。做错的不是另有其人吗？到现在你还想着污蔑明珠是不是？奶奶还在医院昏迷呢，一点愧疚都没有吗？她一直拿你当亲孙女看待，你呢？你根本就不是我孙女！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！你为了郑重把她推下楼，害得奶奶中风瘫痪，上了2年管教机构，回来你还不知道悔改，还想嫁祸给别人，你真是没救了。奶奶不是我推的，不是你是谁啊？好了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晚上是老爷子七十大寿的生辰宴，赶紧准备准备，别误了事儿。小七，我们一直跟爷爷说你在国外留学，你可别让他老人家担心。我们知道你一直容不下明珠，但是今天一家人难得团聚，你就放大度些，不要搅了大家的兴致，好吗？既然大家都这么讨厌我，还接我回来干嘛？小七，这怎么会呢？我们可是一家人呐！姐姐，你有什么气冲我撒就好了。妈妈她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你就别再惹她伤心了。许七，你没完了是不是？你摆这副嘴脸给谁看了？是不是想让我们觉得都亏欠你啊？不就是进了2年管教机构吗？好像你吃了多大苦头一样，矫情。对不起，老爷、夫人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小七，你叫我什么？我是妈妈呀。早在2年前，我就已经无私给你。混账东西！混账东西！我徐家养了你10几年，就算没有血缘，也从未亏欠你半分。你非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，反而在我们面前摆谱。早知道你是这种不知感恩的东西，就算养条狗，也不会养你。西西，你这蠢货，我还没出手呢，你就自己找死。小七，妈，你别管他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看就是管教机构待的时间还不够，应该再多关他几年，让他知道什么叫感恩。你别说了，小七他一定是在里面受了不少苦，不然也不会瘦成这副样子。妈，他吃的那点苦，相比他对奶奶和明珠的伤害，根本就不值一提。没错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你知道你矫情就行。小七，妈知道你心里有怨言，但等你真正长大之后，就会明白爸妈的苦衷。你先跟王妈上楼换身衣服，晚上跟妈妈一起去参加爷爷的寿宴，好吗？嘴上说着不想当许家人，行动上倒是挺诚实啊，知道要抱爷爷的大腿。景深，你别说了。阿姨，我来接明珠。大神哥哥，你来啦！嘉欣哥哥。原来你只是对我避之不及。小七，这是嘉诚啊。
装什么？嘉诚啊，小希她刚回来，还不太适应。没事的，阿姨。别见怪啊，我这个妹妹在管教机构里吃了不少苦头，倒是连礼貌都没学会。她那个泼辣性子，进管教机构去吃苦头也好。况且她可是许家的千金，谁敢欺负她？是啊，人家倒是委屈的很呐。小姐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没事的，王妈。这么多伤，怎么没事？你究竟是受了多少苦？这该有多疼啊！是谁把你欺负成这样？我这就去告诉老爷和夫人。别去了，王妈，他们没有人会在意的。不会的。二小姐虽然已经找到，但老爷和夫人对大小姐你还是有感情的。他们要是知道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一定会心疼你的呀。我早已经不是许家的千金了。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这多好个孩子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礼服还是不换了吧。小七，你怎么没有穿妈妈给你准备的那套礼服呀？姐姐，你是不是嫌弃那是我穿过的旧礼服啊？都怪我。明珠，别什么错都往自己身上揽。许家千金穿过的礼服，她想嫌弃也得看看自己配不配。景深，妈，我说错了吗？她不是张口闭口就说自己是许家下人，我确实没见过下人穿礼服。看来管教学院管教的不错，让你有了点自知之明。小七，不管穿什么，你喜欢就好。那，跟妈妈坐一辆车吧，来。刚夸过你有自知之明，一个下人配合女主人坐一辆车吗？是。妈，儿孙们祝您呐松龄贺寿，福乐绵长。这是我孙女儿小七。爷爷，哎，快坐坐，哎走，怎么瘦成这模样了啊？你们不是说送她出国留学了吗？是不是扣她生活费了？让她在国外吃不好穿不暖，才瘦成这模样呢？哼！自从明珠回来以后，你们就明着暗着亏待我们小七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哎呀，小七是个好孩子，既然你们当初决定留下她，就要好好待她呀，别找回了亲女儿，就不要咱们养女儿了。我可不是这样教你的。嗨，您这是什么话呀？小七是我们女儿，我们呢怎么会亏待她呢？那她怎么瘦成这个样？小七，你告诉爷爷，他们是不是亏待你了？是真的送你出国留学了吗？爷爷，他们没有亏待我。对了爸，我和国安商量着，想把明珠还有嘉诚的婚期定到下个月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这嘉诚原本是和小七有婚约在先，现在又要娶明珠为妻，你们年轻人朝三暮四的，倒是我这老古董跟不上了啊！爷爷，嘉诚哥哥虽然和姐姐有婚约，但他们只是兄妹，并无男女之情。哎，小七呀，你小的时候就像个跟屁虫，就黏着这小子，现在怎么就不喜欢了？你如果还喜欢，爷爷做主，让他娶你。爷爷，爸，这个不行。当初定下婚约的可是许家千金，而明珠才是许家的真千金啊！什么真千金假千金的？我看我们小七倒最有我们许家的风骨。况且，他这个亲事还是我们老一辈定下的，就应该由我们老一辈来做主。只要我们小七愿意。爸妈，
小七，爷爷，要不是他出现在我面前，我都已经忘了这号人了。像我的孙女啊，就依你。小七呀，奶奶的事儿，爷爷不怪你，爷爷知道你肯定不是故意的。来，多吃点，看瘦成什么样子了。小七，来喝点汤，这个有营养。小七啊，这可是你妈妈亲自给你舀的汤，怎么不喝？有毒吗？是啊，姐姐，今天可是爷爷的寿宴，可别搅了他老人家的兴致。怎么了，小七？哪里不舒服啊？你装什么？这个家不想待了，故意恶心人设。谨慎，你少说2句。妈，我说错了没？今天爷爷78寿，奶奶的事我不想提，但是从我接她回来到现在，她给过谁好脸色？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欠你的？我去看一下姐姐。我的好姐姐，你不应该回来的。想干什么？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啊，我能干什么？只是既然你这么厌恶许家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不就是舍不得许家千金大小姐的身份吗？装模作样。这2年，你对奶奶有过半分愧疚之心。我有什么可愧疚？明明我才是她的亲孙女，她却看着你。你也知道她是你的亲奶奶啊。看来这2年你受了不少罪，只是这次怎么还是想让人死了？要干什么？明珠，小七。明珠，你怎么样？明珠，明珠，许七，又是你！先送明珠去医院要紧，快，宝贝儿。还好，只是擦破了点皮。爸，小七他屡教不改，多少次对明珠下了狠手啊！这次不能再放任他了，必须用我徐家的家法好好教教他。爸爸，爷爷，姐姐她不是故意的。你还替他说话？许七就是嫉妒明珠，不想让他们俩结婚。胡说！小七明明跟我说过，他不喜欢家臣，那他干嘛阻止婚礼啊？他嫉妒明珠，不希望明珠过得好。你好歹也是他半个哥哥，从小你们俩一起长大，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妹妹呢？我没他这种心狠手辣、不知道感恩的妹妹。你爸，这次再不能放任小七了。小七，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爷爷，我没有。没错，你自己看看，明珠被你伤成什么样了？
你还是不是人？爷爷，2年前奶奶被推下楼的时候，许七也说不是他做的，但是事实证明就是他做的。小七刚才说了，不是他做的，那就真不是他做的，我相信他。那明珠的伤呢？是他自己划伤自己的吗？我觉得我这个做孙子的今天应该说句公道话。您总说爸妈偏心明珠，那您是不是也有点偏心许七啊？放肆！谨慎。明珠，今天除非你拿出证据，证明你没有伤害明珠，要不然我跟你没完。不管有没有证据，你们都不会相信我不是。2年前是这样，2年后还是这样。今天不教训你，看来是不行了。来人，上家法！今天不管您同不同意，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屡教不改的狗东西！住手！你们逼小七自证，那你们又有什么证据呢？老爷，我可以作证，是他伤了这位小姐。你说什么？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在隔间里刷马桶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出去吧！证据确凿，我今天就要打死这个畜生，省得他出去害人！呀！住手！小七，你就跟明珠认个错，道个歉。没错，你小七，为什么2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这么不知悔改呢？悔改？我要悔改什么呀？要我像2年前一样，被逼着跟你们认错，然后跪在地上求你们原谅我吗？我许过安，行得正坐得端，怎么会收养了你这个孽障？今天我最后给你一次认错的机会，否则就别认我这个爸。爸，这2年，你们有想过我这个女儿吗？就是我这么严格点了吗？就是我们惯坏了他，犯了那么大的错，吃点骨头还怎么得了？小七，没想到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能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。我们送你去管教中心，那是为你好啊。为我好，你们知道我这2年是怎么过来的？你们用皮带口抽我这儿，我的头往墙壁上抽，喂我喝烧水，还把我的衣服给你们打过电话，我求你们救我，再给许明珠过生日。管教机构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你们不是说送他出国留学了吗？爷爷，您别听他胡说，你太夸张了。想转话题，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给明珠跪下道歉。你说的这些事情怎么可能会存在呢？没错，你想谎话连篇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必须给明珠道歉，也得给我和你妈道歉，跪下来感谢我们对你的养育之恩，否则徐家绝对不会认你这个女儿。没错。好，各位管教机构也教不了你了，今天我就亲自来教教你这个毒蛇心肠、不知感恩、不仁不义的狗东西！许家掌柜，大风下神棍，断案情呀！
手！爷爷，您别管，是他自己找打。呀！住手！你们今天非要打死小七吗？我没错，我不认输。谁不认错？我没错。好。小七，爸，别叫我爸！你们这群畜生！小七多好的孩子，被你们活生生的折磨成这个样子，怎么能这样对待小七？就算他们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那他也是人生人养出来的。要是他的亲生父母看见他活生生的打断手，那心如刀绞啊！是妈对不起你，让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的罪。小七啊，怪爸妈没有提前发现，爸妈对不住你，给你道歉了。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道歉也换不回我的手。都是我的错。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我给你们打过电话。夫人，是大小姐的电话。喂。救救我！他们要打死我！小七，你是不是想骗妈接你出来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小七，你犯了这么大的错，必须要接受惩罚，这件事没得商量。妈，这条项链好好看。我女儿啊，戴什么都漂亮。就这样吧，你在里面好好听话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。徐琪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我们不应该送你去管教，孩子，我们错了。可是这20多年的养育之恩，难道就抵不过这2年你受的伤害呢？徐熙，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多宠你啊？有一次你脚崴了，上楼下楼都是我背着你，连鞋都是我亲手给你穿的。你喜欢的那家桂花糕搬走了，你忘了吗？我跨省去学艺，让我回来做给你吃。我们还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慢慢补偿你的。你说的这些我都记得，但我也记得，你要我谨记我的身份。雨熙，谁让你动明珠的芙蓉糕的？哥，你搞清楚，明珠才是我妹妹，你现在不过是一个抢了别人身份还恬不知耻的下人。我们好歹也做了10几年的兄妹，兄妹，你能做到对我和对许明珠一样吗？可以。真的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我没有推奶奶，你信？姐姐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怪就怪我吧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我给你跪着。
受伤了。哥哥，都是我害得姐姐现在这样。我当初就不应该回来，不应该跟姐姐抢。快点！这一招真是百试不爽。只要老太婆醒不过来，谁又知道当年的真相？这大逆不道的罪名，许七被定了。太老爷，太夫人她醒了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妈，奶奶，不要说出来，不要说出来！你怎么了？妈一定是太久没有见到明珠，太想她了。哎，明珠，快坐到奶奶旁边来。不要说出来，不要说出来！妈，不是什么？奶奶，您说明珠不是什么？奶奶，快找医生！她是小七呀，你不认识了吗？奶奶肯定还在怨恨你，当年你害了奶奶。我没有。那为什么奶奶这么大反应？哎，你奶奶的事儿，我相信小七她不是故意的呀。哎呀！哎呦！快找医生！啊！病人没什么大碍，只不过是因为情绪过于激动，休养就好了。那能说话了吗？病人是因为摔倒导致的精神损伤，暂时还不能说话，看日后的恢复情况。好，谢谢医生，苏总医生。哎，给他也看一下吧。这怎么会伤成这样？这个切口不像是正常断掉的，而是像被人活生生给弄断的。是哪个畜生把你伤成这样？医生，我那孙女的假肢坏了，麻烦您再给她做一副新的吧。好，扶小姐过去休息吧。这个李姐，这是你最爱吃的芙蓉糕，我亲手做的，你尝尝。劳烦少爷了，只是芙蓉糕，我早就不爱吃了。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就请先出去吧，我累。徐景生竟然为了许七下厨，哥哥，姐姐还是不肯原谅我们吗？
这可是哥哥亲手做的。没事，哥哥，姐姐不吃，我吃。明珠，你知道当年奶奶到底是怎么摔下来的？哥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没有，我就是在想，许七说的会不会是真的？奶奶真的不是他救下来的？哥，我去管教机构问过了，姐姐残疾是因为什么？她去招惹学校里的混混，跟人们打架，所以她残疾，完全是他咎由自取，反倒埋怨我害了他。也许姐姐认为，如果我们不送他去管教机构，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。都怪我，如果2年前我不跟他抢那会儿，不怪你，2年前的事不是你的错，要怪就怪他一个养女，容不下你这个真亲戚。姐姐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的，毕竟她总是担心我会抢走属于她的东西，担心那天自己被赶出许家。他的东西，许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。我看他就是想借题发挥，让我们所有人觉得愧对于他，这样他一个养女才能在许家站稳脚跟。我真是信了他了，亏我还做芙蓉糕给他吃，他也配？拿出去喂狗。我本来还想着替姐姐教训教训那些欺负她的人。是许七自己活该。不过我们许家的人，还轮不到他们来教训。就是你们把许七打残的，就是你们把许七打残的，不怪我们，谁让他死抓那个包不放？他要是放手了，手也不会被踩断了呀。就是许七太倔了，打死不松手，所以你们就打断了他的手。打狗也要看主人，你们敢碰许家的人？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你们抢了许七什么东西？就剩这个了，其他的都卖了。说这个是定制的，卖不出去。戒指？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戒指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，哥哥？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小七永远开心快乐。他就是因为这个，宁愿被你们打残了也不肯放手，是吗？谁知道啊？他死命护着那个破包，说里面有这样的东西，怎么都不松手。带出去，以后他们也一直说。你还当许七是你妹妹吗？韩家辰，你要是打算说废话的话，我没时间陪你玩。你知不知道许七要被送去联姻了？对象是个智障。什么？送小七去跟那种人联姻，不是毁了小七一辈子吗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公司现在迫在眉睫，如果不送小七去联姻，我们的100年基业
可再怎么也不能把小七嫁给一个智力只有7岁的傻子呀！那你说能有什么办法？难道把明珠嫁过去？你舍得吗？那可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！小七之前就因为我们把她送去管教中心，心有怨言。如果现在她知道我们要把她嫁给一个傻子，怕是更不愿意认我这个妈了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她毕竟在我们徐家被养育了20几年，享尽了荣华富贵，现在该是她回报我们徐家的时候了。对了，这件事啊，千万不能让老爷子知道。他以前是最爱笑的，可现在……这些事要下人做就好了，你怎么亲自动手？我不就是下人吗？你要是不想联姻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你真的就甘心嫁给那个傻子吗？爸妈，为什么要让许七和白家联姻啊？我不同意。谁不知道白家那个儿子是个傻子？让许七嫁过去，不等于把他往火坑里推吗？现在情况紧急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民族有一个约，只能委屈小七了。爸，许七已经被我们害得残疾了，我们还要利用他联姻吗？如果真这么做的话，我们这一家子连个畜生都不如。这是什么话？爸爸，哥哥，你们别吵了，要不还是我去吧。你看看，非得让你亲生妹妹跳进火坑吗？明珠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相信没有解决的办法。韩大师，你说句话呀，你能眼看着许七往火坑里跳，好歹你们也有个婚约吧？叔叔，这样对小七确实不太公平。我们韩家，嘉诚啊，我和你爸爸都商量好了，让小七去白家联姻，这是对我们两家最为有利的办法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就不管别人死活吧？小七，现在是许家生死攸关的时候，爸妈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算是爸妈求你。妈，嫁给一个傻子，谁都不会答应啊！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嫁。你说什么？我本来就与许家毫无瓜葛，只是因为阴差阳错，顶替了许家千金的身份18年，总归是要还的。现在我去和白家联姻，就当是我还下这欠了的恩情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与你们许家两清。妈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你放心，这是小七自己的选择，不愿意嫁。为什么呀？既然小七说她愿意，你就别点动了。我不同意，爸！你告诉我为什么呀？那个白家分明就是一个火坑。他只是智力不全而已，已经很好了。我知道你肯定还在怨恨我们，但是你不能为了离开许家就毁了自己一辈子吧？对不起，哥真知道错了，哥以后不那么对你了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戒指我拿回来了。然后呢？那些欺负你的人，我全都教训过了，全都知道了。你是因为都过去了，
好，都过去了，过去的事不提了。但是我绝对不同意你嫁给白家那个傻子。起身！我嫁不嫁，我到底嫁给谁，好像都跟少爷您无关。许七，你打哥哥骂哥哥都行，只要你能原谅哥，哥真知道错了。他有病吧？你还把我们当家人对吗？要不然你为什么拼命守着这枚戒指？只是一枚可有可无的戒指罢了。以前是我太傻了，为了不值当的东西失去了太多。从今往后，我只为我自己而活。能嫁到白家，我至少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，我还能有一个家。所以我有什么不愿意的？好，看来你真的不打算认我这个哥哥了。起身！别管他，小七啊，明天晚上去跟白家的少爷见见面，没问题吧？好。哎呦，白总，哥把你看来了，好久不见呀！最近都好吗？好，夫人也好。阿姨，莫非这就是令少？正是。帅呀！他就是许琪要嫁的那个傻子，这不就是一个智障吗？阿姨，快跟许叔叔打声招呼。实不相瞒，我这独子之前出了点意外，有些调皮啊。还给我！坏人！阿姨，坏人！我的好姐姐，以后可有你受的。许琪怎么能嫁给这种傻子？那这辈子不都毁了吗？这就是许家的大小姐，我未来的儿媳许琪。是啊，小七啊，快给你白伯伯、白伯母问声好。白伯伯、白伯母好。我要吃鱼！哎呀，我要吃鱼！哎，小叶，你又调皮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孩子一眼没看住就闯祸。孩子，蠢货还差不多。我帮您把刺挑出来吧。不要你，我要你给我剃。好，我给你剃。不好吃！阿叶，小七啊，对不起啊。好玩！哎呀，你这孩子！小七，你快去擦擦吧，啊！许琪，你就这么上赶着守活寡吗？真贱啊，姐姐！白叔叔、白阿姨，我出去处理一下。好。老许啊，你这女儿不错啊！来，喝一杯啊，喝一杯。好。
韩先生，你是有婚约在身的人，请你自重。不要林，这是我的事儿。我不想你嫁。以前是我不懂，但现在我懂了。你是不是还没有睡醒啊？你清醒一点。我很清醒，我。嘉诚哥哥。嘉诚哥哥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我们正在到处找你呢。许七，人你也见了，你还要嫁吗？姐姐，我去劝下姐姐。姐姐，你好可怜啊！你又要把什么花样？我就是觉得，姐姐马上要嫁给一个傻子，却还要看着我和姐姐以前爱而不得的人厮守一生，我就开心的快哭了。祝福你，他们和许家都是你的。找你能说话了呀！韩家辰，我警告你啊，别有不该有的心思。哥哥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没事。姐姐说白家财大气粗，嫁过去总比在我们许家过得好。真这么说的，所以他自始至终都是为了钱。我真是小看他了。哥，你先别生气，毕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姐姐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。算了，是他自己不知道好歹，到时候别哭着回来求我们就行。明珠，许七她真的说过那样的话吗？当然了，毕竟她吃了2年的苦，也想过些好日子，不是吗？可那真的是好日子吗？当然不会是好日子了，我也绝对不会让她过上好日子。这就是白家要娶的那个媳妇儿，看着差了点富家千金的派头。还有什么可挑的呀？那白家少爷也只不过是一个智力只有7岁的傻子罢了。好，请问新娘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愿意对新郎不离不弃，永远爱他吗？不能嫁。妈，你们都知道吗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居然还瞒着我！怎么说小七也是你半个女儿啊？你就忍心把她往火坑里推？徐老爷子，怎么加入我们白家就是往火坑里推了？贤侄不要见怪，白公子他娶谁都是他的福气，只是这份福气，我们家的孙女儿许七她消受不起呀！爸，爷爷。就这个，竟然是个残废！
徐总，这么大的事儿瞒着我们白家，未免有点太厚道了吧？哎，亲家我们不是故意要隐瞒的，还以为你们都知道了。好了，还是先听听徐老爷子怎么说吧。小七的手在2年前就被我这不孝之子送去管教机构，活生生的给弄断了。什么？当年被我们许家报错，他的生父生母人在何处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又意外残疾。如果这辈子他的养父养母加一个智力不全的人，你说这让他还怎么活下去？一个原本就需要被照顾的人，如何去照顾别人呢？这孩子这辈子命真苦，我就想他能嫁一个能好好照顾他、疼惜他的人，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过自己想过的日子，而不是被当作联姻工具拴住这一辈子。我倒不知道你们许家竟还有如此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。不过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悔婚不行！哇，知不知道我们徐家现在是风雨飘渺，大夏将倾啊！难道你就为这个养女就断送咱们徐家祖宗留下的基业吗？你给我住口！就算我们徐家破产，也不能逼小七嫁人呐，这都是你们欠他的。我们徐家欠他，徐七这些年在我们家里吃穿用度那都是最好的，享尽了荣华富贵，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就算他亲爹亲妈，都未必能给他那么好的生活啊！这话说的有些难听啊。听说徐家以前不是最疼爱大小姐吗？现在怎么……那不是报错了吗？亲女儿回来了，谁还管养女的死活呀？可是这10几年的情分也是真的呀。这徐董说话未免也太难听了吧？爷爷，我嫁。小七，你说什么？爷爷，我愿意，我嫁给他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挺好的。小姑娘，你可想好了？你不介意我儿子智力不全？你们不也没有嫌弃我四肢不全吗？可我儿子生活不能自理，你嫁了过去，就等于不分白天昼夜照顾，基本等同保姆。这你也愿意？我愿意。好啊，好啊！你这个儿媳就是我理想的人选。来人，这是我白氏集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，我准备把股权转到我儿子名下。鉴于我儿子目前智力缺陷，所以由他的合法未婚妻许七全权代理。这不等于把整个白氏集团送给许七了吗？看来啊，这许家以后想跟白家谈合作，只能舔着脸去求他们那个不稀罕的养女了。白伯伯，你不签，这婚怎么结呀？别怕，有什么难处，伯伯顶着。哥，我都说了，姐姐她是不会让自己吃亏的。许七，这才是你想要的。婚礼开始。
看来小七就不用这么担心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都是他的？我不会让你如意的，你永远别想过得比我好。哟，看样子这老妈子的角色你当得挺欢快的，怎么要带你这智障儿子去检查脑子？许明珠，你说话不要太过分。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一个残疾，一个智障，你还别说，你们俩确实还挺搭的。楚八怪，楚八怪！你个蠢货！你们，俺以为这在你许家，还敢对白少动手？这叫做，难道不是救吗？爷爷被你害得住院了，你知道吗？先带少爷下去。啊！楚八怪，爷爷住院了，可不是吗？你倒是在台上风光无限，可爷爷一回去就病倒，到现在都还在医院躺着。在哪个病房？你都已经嫁出去了，爷爷在哪？跟你一个外人又有什么关系？人到底在哪儿？怎么？你想打我？明珠，姐姐，我只是想让你去看一下爷爷。你不认我们没有关系的，但爷爷一直把你当亲生孙女看呀。许琪，明珠说的有什么错？你为什么跟他动手啊？我没有动手，是他自己倒下的。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你，爸挨了爷爷一顿家法，到现在还下不了床。妈养了10多年的旧妻也复发了。爷爷差点被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因为你，许家被闹得鸡犬不宁。你开心了？也对，你现在是败家人了。你怎么想我不重要，我只想知道爷爷到底怎么样了。你还关心这个吗？你要是真关心的话，为什么不跟明珠一起过来？我问了，是他自己不告诉我。哥，我没有。哥相信你。姐姐，你就去看看爷爷吧。就算你不认我这个妹妹，也总应该认爷爷。他对你那么好。许琪，明珠她没做错什么。你要是想发脾气的话，可以冲过来。我没空跟你们发脾气。你们不告诉我爷爷在哪，我自己去找。哥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明珠，我们走。嘉诚哥哥，你快去劝劝哥哥，我帮姐姐请资料。这好像是白家医疗团队为了治好那个智障做的实验报告。姐姐，这应该很重要吧？不要！
如果这时候我把他推下去，应该不会有人怀疑吧？毕竟他是为了捡资料自己爬上去的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一切都是你的？凭什么你明明就那么好？许沁，你就该死！你不是傻子吗？你不傻，你不傻。你要是敢说出去，我保证许家在云城活不下去。不过看在小溪的面子上，姑且饶你。但是你要是再敢动他，我保证断掉你这是龟壳。为什么？我明明已经把他推进火坑了，为什么局势还是会逆转？为什么我处心积虑得到的一切，他却不费吹灰之力？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所以，你一直都是装的？没错，白氏家族庞大，斗争激烈，如果不掩藏锋芒的话，恐怕白家祖都覆灭了。如今呢，外界都以为白老四独自痴傻，后继无人，所以才会放松警惕。如果是这样，你们为什么还要答应跟许家联姻啊？因为你很好。啊？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你之前呢，并不知道我的真实之脸，但是一直都不嫌弃我，反而对我温柔又善良，耐心体贴，这还不够好吗？你们难道不嫌弃我是个残疾吗？你们难道不嫌弃我是个残疾吗？你这么好，为什么要嫌弃你？残疾又怎么样？有些人心残眼盲，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呢。怎么还害羞了？别忘了，我们可是已经结婚了。小七，我以后会好好爱惜你，疼爱你，让你开开心心的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少爷，是见顾死角，什么都没拍到。拍到什么呀？你那个好妹妹想要把你推下去，要不是我们及时发现，你早就被她害死了。你和她不是亲姐妹吗？她为什么要害你？当年我们俩被报错了，她才是真正的许家千金。我顶替她的身份过了10几年，她恨我也正常。这怎么能怪到你头上？要怪就怪许叔叔和许阿姨，连自己的孩子都能报错。不过我不理解，她为什么要害奶奶呀？什么？许奶奶瘫痪也是她害的？去查查。是。有什么事快说吧，被发现就完了。我们村的李婆子，你跟她还有联系吗？你是说那个因为贩卖人口坐了7年牢的李婆子？对，就是。哎呦，怎么突然提起她了？她现在还在做那些勾当呢。我要她把许琪给卖了，最好卖到荒山野岭、穷乡僻壤，卖给满身恶习、动辄家暴的穷光棍，最好是缺一条腿。这么配的，
她不是已经嫁给白家那个傻子了吗？你还盯着她干什么呀？咱们的主要目的是顶替她的身份，拿到许家的财产，哪怕指甲盖这么大一点都够咱吃一辈子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她死！凭什么她生来就锦衣玉食，想尽荣华富贵，却要用这些阿家手段，处心积虑的得到这一切？那是人家的命，咱们比不得的。那我就逆天改命。这命怎么改呀？我不是已经把他赶出去。那这不就够了吗？你已经抢走了他所有的一切了。明珠啊，咱们不要做得太绝，这样会遭报应的啊！他到底是不是我妈？要不是我的话，你哥妈现在都还在那沙上的破屋子里。好，那你说让妈怎么做？你说，把李婆子给我叫来。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孙妈，大白天的，你关着门干什么？啊，我让孙妈帮我拿点东西，门应该是被风关上的。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来你就开门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对了，奶奶可以说话了。什么？那个老不死的怎么能突然说话了？该不会把我推他的事情说出去吧？明珠，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啊？啊，我就是太开心了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走，我们去看看奶奶。喂，老头子，不好了，明珠要暴露了。病人呢恢复得很好，只不过呀，什么时候能够正常说话，就看他自己了。奶奶，怎么样了？奶奶，您是不是想让明珠到您身边坐着？来呀！奶奶，奶奶，妈，这可是您亲孙女儿。是，大家放心啊，部分病人呢会有一些记忆混乱的情况，等到后期呢，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。这个老不死的一定不能留，我何不一箭双雕？子健，奶奶会说话了。动手！解决了，大小姐。好。奶奶，孙女来认你了。老不死的，我这就送你上死线！
么在这儿？姐姐，奶奶会说话了。奶奶，干什么？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我亲眼看见了，就是他掐了老太太。好你个没人性的东西！徐熙，到底为什么呀？你涉嫌谋杀未遂，现将你拘捕，等待审问。谋杀？徐老太太正在急救室急救，如果急救不回来，我们将以谋杀罪对你提起公诉。什么？奶奶！你走得好远呐！妈，太高了，这老东西终于死了，再也没人会爱我的事儿。咱们小七嘴吧，我自己的孙女儿什么德行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她说没有就没有。你们哭什么啊？病人没死。什么？什么？我一退出来，你们就开始哭上了。我想解释都解释不了啊。谢谢，幸亏买的老爷子，不然呢，这一杯一洗，老爷子他老人家受不了啊！明珠，你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哦，没事嘛，我就是太开心了。各位，虽然徐老太救回来了，但是嫌疑人徐七谋杀未遂的行为仍然成立，我们将依法对他进行公诉。警察同志，麻烦你把这个小畜生抓进去多判他几年。他竟然对他最心疼的奶奶都能狠下死手啊！这种人在社会上怎么能做不出来啊？我们会给你调查的。如果被他们知道是我害了奶奶，这一切是场骗局，他们一定会杀了我的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这一切发生。只有他死了才行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回去。叫我回去？他们说我杀人未遂，要对我提起公诉，怎么可能动手杀奶奶呢？那是亲手把我带大的奶奶。好了，奶奶没有死。你说真的吗？奶奶真的没有死吗？真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奶奶没有死。爷爷要求许伯伯撤销了对你的诉讼，所以现在你可以离开这儿了。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把那天发生的原样的故事跟我说一遍。你这个畜生，还敢来我这儿！他怎么来了？爷爷，奶奶。滚！住手！他害妈2次了，要不是看在您的份上，我是肯定不会撤案的。我定要让这个畜生去坐牢。小气的怎么可能害他奶奶？那这一切又怎么解释啊？监控证据可是放在那儿的。你还来干什么？再害奶奶一次！什么时候能清醒一点？离奶奶远点儿！做这副样子到底想给谁看啊？别以为撤案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今天要不是爷爷拦着，我非打死你不可。我告诉你，来人，把这个畜生给我撵出去！徐家不欢迎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。
今天不接走奶奶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干什么？奶奶到底哪儿对不住你了？你三番几次的想害死奶奶。我为什么呀？我也很想知道，到底是为什么。你是记恨奶奶偏心明珠是吗？真正记恨奶奶的人还在你身后站着。你胡说！她可是我亲奶奶，我有什么理由记恨她？这就要问你了，奶奶是不是知道了你的什么秘密？你才要多次陷害她。奶奶刚刚会说话，紧接着就出了事儿，一切有那么巧合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给我发消息说奶奶能说话了，也是你计划里的一环吧？够了！明珠给你发消息是想通知你，她是好意。没错，姐姐，你真的误会我。别演了，以前你三番五次的陷害我，我念在是我顶替了你许家千金的位置上，才对你无限忍让和宽容。没想到你这一次竟然敢对奶奶下手！你疯了吗？但是你亲奶奶！住手！哎呀！明珠小姐，你们快住手啊！小七，快松手！快松手！你们快住手！妈，你小七，对不起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还不快送小七去医院！别碰我！哥哥，你要是不对明珠动手，妈不会这么对你的。是啊，小七，妈只是一时情急才……情急？你们以多欺少，唯有我的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，并告你们聚众斗殴。少奶奶，我就说你不能一个人进来。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对待一个陌生人，你们都不应该这么打。何况还是你们的女儿。儿，这像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不配做我女儿。你，我今天来是来接奶奶回去的。疯了！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奶奶在许家，我不放心。你现在连伤害奶奶的嫌疑还没有洗脱，我们现在让你带奶奶回去，才是真的不安全。前脚害我老母，后脚伤我女儿，我列在这20多年父女的情分上，不与你计较，那我绝不允许在我许家疯疯癫癫。来人，松哥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许七，你攀上高枝了，肆意妄为，横行霸道，到我许家来了吗？我懒得管你怎么想我，你今天一定要带走奶奶，不然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带走奶奶。我已经失手过一次了，必须找机会除掉他们2个，否则一切就前功尽弃了。既然嫁白家，就算是我女儿，那也是泼出去的水。许家的事，岂容你插手？徐总，还是问问老夫人的意见。奶奶，你跟我一起回家好不好？奶奶连话都说不出来，你小子怎么回答你？奶奶说她愿意。不行啊，爸！放心，我这个做儿子的都不放心啊！许七，你给我记住，她是我的亲妈，却不是你的亲奶奶。今天一定要带走奶奶。你作为嫌疑人，没有权利违背直系亲属的意愿带走受害人，即便徐老爷子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，
我们依旧可以按照直系亲属的意愿下发人身保护令，限制你对受害人的行为。滚吧！奶奶，等我。姐姐，等着我。徐总，根据公司财报显示，白氏集团交由许氏集团经营的项目严重亏损，经董事会决定将撤回许氏集团的投资跟合作。这怎么可以啊！白家人可不能言而无信啊！当初可是说好的，只有联姻，白氏集团就把5%的合同订单给我们许家了呀！我们不是已经交给你了吗？只不过没想到你这么不善经营，账目亏损的实在是太严重，所以我们只好收回了。滚！许明珠小姐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人下总会有大白于事。还有，我们少爷说了，你和少奶奶的这笔账，让我慢慢跟你清算。不会的，不会有的，我不会让那一天发生的。世奇，你和这个冷东西，你们一个一个都得死！少奶奶发生什么了？你要去哪儿？少爷呢？少奶奶遗忘了，少爷他去临场了，我刚才回来，家里就少奶奶，我会怎么吓人？来不及了，你立刻报警，有人绑架，然后找人通知少爷我去了后山。少奶奶，您不能去，您一个人太危险了，真的会杀了奶奶的，晚一刻都不行。奶奶怎么了？许七，你说你怎么这么蠢？2年前你斗不过我，被送进管教学院，断了只手。2年之后你还是斗不过，现在连命都没了。奶奶到底在哪？奶奶？她当然是在许家。那个照片是怎么回事？你不知道现在有 P 图这个东西。我原本还没有把握把你引进来，可没想到你这人居然愚钝至此。为什么呀？那可是你亲奶奶，反正你马上就会消失在所有人面前。不妨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许家亲。说什么？明天就算把山翻过来，也得给我把少奶奶找到，不管是谁，都给我抓起来！是，走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不是真正的许家千金？当年那份亲子鉴定是怎么回事？伪造一份假的亲子鉴定又有何难？护士也是你找到的？没错，你就是真正的许家。原本应该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却自相残害、互相残杀，这次应该不好受。你说说，如果你的父母知道他们一直唾弃的残废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到时候会不会害怕的想死？你妈妈现在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，说不准到时候一下就死了呢。不过看着你们一家人被我玩得团团转，我还挺开心的。你这个贱人！啊！作为千金可不能这么做。我原本打算把你送出去之后，就算是放了，谁知道你的命那么好，假的执照居然是装的，还拿下了整个白氏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的命这么好？凭什么对我这样？
要干什么？干啥？当然是送你去好地方。别害怕，我会给你找个好人家。只是在这之前，先让我享受享受。我跟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小七，听到没有？少爷，听到什么呀？小七的声音。没有啊，少爷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没听错，这就是小七的声音。少爷，找到了，在山南。走，快！下大雨了，赶紧下山吧，路不好走了。他就交给你们处理了，必须按照我说的，否则没你们。楠楠，我不是说过不准这样叫我吗？之前。今晚19点18分，世纪飓风将登陆海城，或将引发暴雨、洪水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，请市民们做好防护措施，不要出海。这可怎么办啊？阿姨和小千在山上呢。别着急，快加派人手，一定要把少爷、少奶奶安全的救回来。是，不担心啊，别担心。什么？大声点儿！泥石流！不好了，少爷，这边要发洪水了，恐怕还有泥石流。这雨越下越大，我们不会死在这儿吧？少爷，要不我们撤回木屋，等待救援吧。在山上待的时间长了，人体容易失温，我还得坚持一下。走。不好了，老爷，少爷少奶奶失踪了。什么？回事呀？雨太大了，定位信号消失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许七和白货在后山失踪了。白家来人是这么说的。啊，咱们也赶紧派人帮我们去找啊！这后山这么大，怎么找啊？那也得找啊！是不是还在山上？应该的。我听新闻上说，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，万一你爸出事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他本来就是山里人，这种场面对他来说算什么？怎么这么无所谓呀？那可是你爸呀！你赶紧告诉老爷具体位置，让他们去救人。我都说了不会有事儿，事情马上就要成功了，你不要破坏我的好事。你这个畜生，那可是小七呀，还不赶快去救人！爸，这后山这么大，该怎么走啊？更何况现在派人上山，跟熟人去死有什么区别？小七，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？慢点说，父亲。是你女儿。什么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小七，她是你女儿。我杀死人了！一个老头，小七的，找到了，送往市医院了。人怎么样了？人没事，大小姐和白家大寿都没事。死的老头手脚健全吗？啊，是跛子还是？听说是个跛子。
其他人呢？司马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少爷，那是我男人，求您派人救救他。你男人？你快让他们救救你爸！快呀！什么意思啊？你爸？她是孙房的女儿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他们合伙欺骗了我们。当年就是我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就被许明珠他推下了楼梯，造成瘫痪。我没有。哥哥，相信我啊！少爷，我求你救救我男人吧！当年是我鬼迷心窍，所以我才让明珠伪造亲子鉴定混进徐家的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他想要骗你们。到底谁是骗子？自见分晓。是。老伴儿，你没事就好，你没事就好。许明珠，你是要自己坦白，还是我来揭穿你伪善的真面目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个智障吗？那可是我儿子为了消除外界对我们白家的觊觎，故意装给他们看。可如今，你个心肠狠辣的小姑娘，竟想置我儿子儿媳于死地。今天，咱们就好好算算这笔账。明珠，你怎么解释啊？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不是真的，你要相信我，他们都是在污蔑我，他们骗你的。难道你奶奶还诬陷你不成？叔叔，许明珠就是用这张假照片勾引小七上山，甚至还安排这两个人想要毁掉小七的清白。心狠手辣、不择手段，才是你许明珠的真面目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说话！确实是许明珠给我钱，让我把许七卖到山里的。还有这个，许明珠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小七才是。混沌的虚假，竟然被这个怪人所团团转，害得我和我亲生女儿反目成仇！你混蛋！混沌的虚假，竟然被这个怪人所团团转，害得我和我亲生女儿反目成仇！你混蛋！放开我！爸，你相信我！妈，你相信哥！小七的手都是你。来人！把他送到管教学校，让人好好关照关照，把小七吃过的苦，那全都吃遍。不要！放开我！少爷，我求求你放过明珠吧。你们三个就交给警察吧，让警察好好查查你到底做过什么。老伴儿，小七呢？快带我去找小七！
七，是妈妈错，妈妈对不起你，是我做错了，可以原谅我吗？小七啊，是爸爸错了，爸爸当年不该轻信那个监生护士的话，也不该信那份亲子鉴定报告，这才酿成了大祸呀。小七，我们不应该相信明主说的话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不求你原谅了，只是想和你再做一家人，慢慢补偿你。啊，我们走吧。好，小七，咱们走。小七，妈真的知道错了，妈给你跪下还不行吗？小七，妹妹，你真的不要我们了。小七，小七，小七。小七，如果这真是你想要的，那我们绝对成全你。但是你一定要记得，